战机空中加油又被称为空中穿针引线，难度究竟有多大呢？歼15同型号舰载机具备伙伴加油能力，那么这对于我国航母编队整体战力的提升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崔先生，首先一个说它难在哪儿，就是我们都玩过这个扔飞镖，你想你在5米左右，甚至不到5米的这个距离上准确投到靶心，那个你不经过刻苦的训练你是做不到的。然后你把同样的场景放在2个高速飞行的歼击机上，那个受油头跟这个加油口这2个之间的结合，也基本上就相当于你扔那飞镖。但是呢，这一套事儿你是在2个高速飞行的歼击机上完成，你想想这难度也确实够难的。然后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是保命的。怎么说保命呢？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你的舰载机要返航了，你眼瞅着要降落了，但是你的油不够多了，这时候如果你没有伙伴加油能力的话，就带来一非常麻烦的事儿，你可能就不能安全地降落在航母上，要么你的机报废了，甚至更严重的，可能我们这飞行员宝贵的飞行员也会出现生命的危险。但是如果你有伙伴加油能力的话，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大不了我用一个同型机，我拉着油上去，给你加满了油，你踏踏实实的降落这事儿就解决了。另外一点呢是让我们的腿更长。我们这歼15起飞的时候用的是滑跃式，起飞方式有万般的好处，但是有一点不足，就是太费油。这时候如果我能在空中留这么一两架的歼击机，就是给这些飞机飞上天了之后，紧接着就补一下油的话，那无疑可以让他的腿走得更长。海军军医部门军官布鲁斯·吉林厄姆4月17号告诉媒体记者，将采用血清测试法，从罗斯福号航母招募大约1000名志愿者，下周开始测试抗体。目前，美军的11艘航母中，罗斯福号、里根号、卡尔文森号、尼米兹号4艘航母均报告确诊病例，这导致美军太平洋舰队已经无航母可用。美军海军原本打算在4月初召集尼米兹号航母的船员进行隔离集训，目的是为了在5月前保证尼米兹号有部署的能力。不过，却有2名船员确诊新冠肺炎，打乱了全盘的计划。但因为该航母一直处于靠港的状态，船员只有少部分在舰，传染链条还未形成。尼米兹号航母2019年底完成维护，今年以来一直处于训练状态。特别是航母战斗力核心舰载机联队已经在附近的陆地机场进行训练。因为航母维护期间，船员和飞行员都属于放假的状态，要重新进行部署，飞行员就必须完成复合训练单元演习考核。这一考核需要1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虽然美国太平洋舰队并没有透露尼米兹号航母的训练情况，不过感染新冠病毒之前，尼米兹号并没有出海训练，可以看出相关的考核仍没有完成。在目前情况下呢，它实际上就是舰载机的这个飞行员呢，很长时间没有，甚至一些基础性的科目训练都没进行。不过，尼米兹号航母仍是美国海军西海岸唯一一艘有能力恢复部署执勤的航母。只是美国海军需要隔离检疫，完成舰员培训以后才能部署该舰。这一过程预计将持续3个星期以上。在尼米兹号航母结束隔离投入部署前，美军决定让原计划在4月份结束部署的杜鲁门号航母加班几个星期。杜鲁门号将停留在美国东海岸外海待命。加上在波斯湾部署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保证美军在全球拥有2个航母打击大队处于部署的状态。短片中提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总共不到2000人，而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比美国罗斯福号航母的感染比例更高。那曹先生，这是戴高乐号的防疫措施做得不够导致的吗？那以您的分析，病毒来源又会是哪里呢？首先，这个航母起航以后，在塞浦路斯港进行了停泊。塞浦路斯港的时候呢，虽然官兵没有上岸，但是呢，它有大量的补给的物资上了舰，还有就是像邮件我指的是这种包裹这样的邮件也上了舰。那么他们拆开以后，就可能把病毒带上去。你没有做很好的消杀，那很有可能就是给你舰上补给的这些人员，还有补给的物资，就可能把病毒带上来。再有呢，就是在法国军港的时候，他们也进行了停靠。那么这个停靠的时候呢，他们允许舰上的官兵回家和亲人团聚。那么这就有可能在和家里的亲人团聚的时候，把病毒传染给官兵，然后带上舰，这也是一种传染的途径。那么第3种传染途径呢，就是他在演习的过程中和其他一些军舰、飞机上面的这些人员进行了交往，那这也有可能
把病毒带上来。再有就是你这个军舰在起航之前，很有可能官兵已经有人染上了这些病毒给带上来啊，因为它有很长的潜伏期，它可能自己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传染给别人了，所以这也可以说明，就是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在防御上和治疗上没有采取严格的、严密的措施。